大家好，我是纳瓦尔。很多年前，我在硅谷的一个聚会上，那里聚集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、最昂贵的西装和最焦虑的眼神。有人刚把公司卖了10个亿，有人正在策划改变世界的下一个独角兽。但我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这些在外人眼中早已登上顶峰的人，在谈话的间隙，在没有人注视的瞬间，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从容，而是一种深深的饥渴。他们在寻找什么？他们在寻找下一个认可，寻找下一个能证明自己足够好的证据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很多人所谓的自尊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。他们不断地向外界借贷认可来填补内心的亏空，一旦外界停止供应，整个系统就会瞬间崩塌。这让我开始反思，到底什么是自尊？在我的思想体系里，自尊绝对不是一种需要向外张望、摇尾乞怜才能获得的东西。它不是你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赞数，不是你名片上的头衔，甚至不是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。真正的自尊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声誉。请你仔细咀嚼这句话，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声誉。这就像是你在这个名为人生的游戏里，不仅是玩家，还是唯一的计分员。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账本，这个账本外人看不见，甚至你最亲密的伴侣也看不见，但你骗不了自己。每一次你违背了自己的承诺，每一次你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做了亏心事，每一次你为了迎合别人而说了违心的话，你的内在信用分就会扣除。反之，每一次你坚守了原则，每一次你在诱惑面前说了不，每一次你在困境中依然选择了正直，你的内在信用分就会增加。这种分数的积累就是自尊的来源。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年轻人，他们问我，纳瓦尔，我怎么才能让别人尊重我？我总是告诉他们，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。正确的问题应该是，我该如何行事才能让自己尊重自己？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，你又凭什么指望别人尊重你？这就像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试图去银行借贷一样荒谬。我在创业初期也曾面临过无数次道德与利益的博弈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有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某种灰色的手段获得巨大的短期利益，而且这件事天衣无缝，除了我和当事人，没人会知道。从商业逻辑上看，这是聪明的做法。但在那个深夜，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做了这件事儿，我还能在镜子里坦然地面对那个叫纳瓦尔的男人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所以我拒绝了。那一刻，我失去了一笔钱，但我赚到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，我对自己的信任。这种信任感在后来的岁月里，成为了我做任何决策时最坚硬的基石。这就是我想说的核心。自尊是基于你为自己设定的内在道德准则，并严格遵守它而产生的副产品。建立这套体系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斩断外界评价的枷锁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社会反馈的时代，从出生开始，我们就活在父母的期待、老师的评分、老板的考核以及网友的评论里。我们习惯了把自己的价值挂钩在别人的嘴上。如果别人说你好，你就觉得自己像个国王；如果别人批评你，你就觉得自己像个垃圾。这是一种奴隶心态。你必须意识到，外界的评价本质上是他人认知水平、情绪状态和过往经历的投射，跟你真实的模样往往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就像如果你站在哈哈镜面前，镜子里的你是扭曲的，那是因为镜子有问题，而不是你的身体变形了。如果你把那面扭曲的镜子当成了真实的自己，那你就是自愿走进了精神病院。我常常说，要分清我的事和别人的事。别人怎么看我，怎么评价我，那是他们的事儿，是他们大脑神经元放电的结果。我控制不了，也不应该去控制。而我如何思考，如何行动，如何定义什么是好，这才是我的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多少钱，而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。
当你不再需要所有人的喜欢，甚至不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时，你就拿回了对自己人生的解释权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做一个反社会的怪人，而是说你要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。你需要找到那些你真正尊敬的人，无论是活着的智者，还是书本里的先贤，参考他们的标准，然后结合你自己的思考，制定出一套纳瓦尔法典，或者你的名字法典。在这套法典里，什么是有价值的，什么是可耻的，由你说了算。一旦你拥有了这套法典，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毫不道歉的自我优先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自私，在这个鼓吹奉献和合群的社会里，自我优先似乎是一个贬义词，但在我的哲学里，这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。内耗是自尊最大的敌人，而绝大多数的内耗都源于我们试图取悦所有人，试图在所有琐碎的事情上都做到完美。我们把最宝贵的注意力，这实际上是你拥有的最稀缺的资源，浪费在了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人和事上。我主张无情的自我优先，这意味着对于那些不符合你长期目标、不能给你带来成长，或者仅仅是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，你要学会把不字当成口头禅。这就像是你在玩一个资源管理游戏，你的电量是有限的。如果你把电量都耗费在回复无意义的信息、参加尴尬的社交局、解释被误解的观点上，你就没有电量去深耕你的热爱，去打磨你的技能，去构建你的资产了。当你开始拒绝那些无意义的干扰，你会发现，你不仅有了更多的时间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对自己的掌控感回来了。你开始意识到，你是自己时间的主人，而不是外界日程表的奴隶。这种掌控感是滋养自尊的绝佳养分。当你看着自己因为专注而变得越来越强，因为深耕而创造出独特的价值时，外界那些噪音就会自动变成背景音，再也无法干扰你的心智。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关键点，通过付出与责任来确认自我意义。很多人对自我优先有误解，以为就是躲在山洞里只顾自己享乐。恰恰相反，当你的能量因为自我优先而变得充盈时，你必须把这份能量转化成对外的价值输出。我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，发现那些真正让我感到自豪，让我觉得纳瓦尔是个不错的人的时刻，从来不是我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刻，也不是我登上杂志封面的时刻，而是我为了所爱的人，为了我认为正确的事，承担责任，做出牺牲的时刻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。刚才我还说要自我优先，现在又说要为他人牺牲，其实并不矛盾。自我优先是为了保护你的核心能量不被滥用，而承担责任是为了让你的能量在高质量的渠道中释放。自尊的缺失往往源于深层的自我怀疑。我真的有用吗？我真的有价值吗？打破这种怀疑最直接的方式，不是站在镜子前喊口号，而是去行动，去承担。当你主动去帮助一个朋友解决难题，当你为了家人的幸福而默默承受压力，当你为了一个伟大的产品而熬夜攻关时，你会收到一个真实的物理反馈。我有能力改变现状，我有能力创造价值。这种来自现实世界的反馈，比任何空洞的赞美都更有力量。它会让你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重量的，不是轻飘飘的尘埃。这种付出必须是主动的，必须是基于你内在的意愿，而不是出于讨好或勒索。当你出于爱和责任去行动时，你是在向自己证明，我是一个强者，我有盈余的能量可以给予。只有强者才配拥有自尊，弱者只配拥有自怜。而强弱之分不在于肌肉或金钱，在于心力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最容易掉进的一个陷阱就是伪装。这个世界最缺乏的东西叫做真实性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戴上面具，要表现得得体，要成为别人眼中成功的样子。于是我们走进了一个巨大的镜子厅，四面八方都是扭曲的镜像。我们看着镜子里的幻影，以为那就是自己，最终在虚幻中迷失了方向。对自己撒谎，
是摧毁自尊的最快方式。当你为了迎合他人而伪装自己时，你的潜意识会接收到一个信号：真实的我是拿不出手的，真实的我是不被爱的。这个信号一旦被固化，你的自尊就会从根部烂掉。纳瓦尔的思想体系里有一条内在黄金法则，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对待自己。你希望别人对你诚实，那你就要对自己诚实。你希望别人包容你的错误，那你就要包容自己的不完美。提升自尊的终极心法是彻底的自我接纳。你要敢于直面那个真实的自己，那个有着各种小毛病，偶尔会懒惰，有时会嫉妒，并不完美的自己。你要看着他说，是的，这就是我，我不完美，但这不妨碍我依然值得被爱，不妨碍我依然在努力变好。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全盘否定自己，那是由于你的认知太短视。也不要因为一句夸奖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那是由于你的认知太肤浅。你要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视角，冷静地观察自己，就像观察一个正在成长的实验品。当你做错了，告诉自己，这只是一个数据点，说明这个方法行不通，修正它。当你做对了，告诉自己，很好，这个模型有效，继续保持。当你能够如此客观、温柔且坚定地对待自己时，你就拥有了反脆弱的自尊。外界的打击不再是毁灭性的，而变成了改进系统的反馈信号。外界的诱惑也不再能轻易动摇你，因为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航向。我的朋友们，这场关于自尊的重建，实际上是一场与旧习惯的战争。我们的大脑已经在寻求认可的旧模式里运行了太多年，想要重写代码并不容易，它需要你时刻保持觉知，需要你在每一次想发朋友圈寻求点赞时停下来问自己，为什么？需要你在每一次想说是的时候敢于说不，需要你在每一次想逃避责任的时候选择迎难而上。这是一条孤独的路，因为你要对抗的是整个社会的惯性，但这也是一条通往真正自由的路。当你不再需要向外乞讨认可时，你就拿回了力量的权杖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自尊不是站在高台上接受万众欢呼，而是深夜独自一人时，内心那份深沉的宁静与笃定。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，要去哪里。这一路上无论有没有掌声，你都将坚定前行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，也是我一直在践行的关于自尊的全部真相。现在，如果你觉得这段内容对你的认知体系产生了一点点冲击，或者你想在未来继续听到这种不加糖不兑水的硬核思考，请在这个视频下方按赞订阅这个频道，并且一定要开启那个小铃铛，因为在这个算法主导的时代，我不希望我们只是擦肩而过。另外，我想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思考。在过去的人生里，你做过最自我背叛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又或者，你打算从哪一件小事开始重建你的内在信用，把你的决心写下来？这本身就是一份契约的开始。我是纳瓦尔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祝你在自己的世界里成为真正的国王。